姐姐，你不要看别人，看我就够了。听说你在甘濑山旅行？怎么了？甘濑山，那可是甘濑山呢！久远历史与灯红酒绿的极致反差，常年温暖湿润的宜人气候，再加上隐藏在群山中数不尽的神秘传说，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度假胜地。唉，我本来还想邀你一起去玩呢，好吧，没机会了。算了算了，你一定是跟男朋友一起去的吧？我才不当那个闪闪发亮的电灯泡。你好好玩，记得带纪念品给我就好。那就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啊，对了，现在这个时候去甘濑山，你们是不是打算参加浮光节啊？我可是做过好多甘濑旅游攻略的人，这么重要的节日怎么可能不知道？看你的样子，一定也不知道在浮光节期间，在当地有许多必须要遵守的禁忌吧？是啊，甘濑山这个地方有很多奇怪的规矩。虽然现在的浮光节已经变成青年男女间寻找有缘人的日子，但在以前，它其实是祭拜神明、祈求风调雨顺的节日。人们把自己的愿望放进水灯中，希望奔流不息的水流带走疾病与灾厄，保佑愿望实现。禁忌嘛，就比如说，在浮光节的时候，进房间绝对不可以左脚先进去，也不能踩到门槛，否则的话会惹得在此期间降临甘濑山的神明不高兴，甚至遇到糟糕的事情哦。没事吧？
别害怕，只是一些乌鸦已经飞走了。大概是乌鸦归巢的时候认错路，才会往房间玻璃上撞。屋内的灯光在夜间会影响鸟类的判断，让它们直直地扑向光源。这在山间是常有的事，不用担心。怎么，吓到了？真的没事？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？好吧，难得看到你这么紧张的样子，我还以为有机会留下来好好安慰你一下呢。看来你已经不需要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晚上好好休息，有任何事都可以找我，我就在隔壁，一定立刻赶来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抱歉，我昨天应该坚持留下来陪你。有我在身边，你或许能安心一点。不可以，睡不好觉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我没生气。我只是有点后悔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没有及时发现。不过幸好，现在还有补救的机会。这是我的一个秘密。哎呀，看来今天注定藏不住了。当然有了，比如说，其实我是藏于民间的符咒大师。我可不是在编故事，我是认真的。
只要让我帮你画几张平安符，帮你神清气爽，忘掉一切烦恼。谁说画家就不能会画符了？从艺术上的角度来说，两者并不矛盾，也有一定共通性嘛。当然，你就等着看吧。符咒就是要看不懂才有用啊！你等等，让我解释给你听。这第一章具天地之灵气，是用来保平安；这第二章呢，则是负责驱邪避凶、消散不安。还有这最后一章。那是因为最后一章是我特制的，它有关我的一个愿望。至于是什么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毕竟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但如果你晚上和我一起去放水灯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好了，我解释完了，怎么样？这回是不是很快就理解？不过什么？唉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好吧。我的确不会画符咒，不过这些文字的意义我可没有骗你，它们是甘赖当地的语言。在考察茶园之前，为了沟通方便，我临时学了一点甘赖当地通用的温来语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昨晚没睡好，肯定是听信了浮光节的禁忌，然后又遇到乌鸦撞窗这种怪事。所以我就顺水推舟，用符咒来减轻你的心理压力。怎么样？现在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心有余悸啊！有了。我听说甘赖山当地盛产一种茶叶精油，在他们的传统文化中，这种精油具有神圣的意味，可以驱除不安，保佑一切顺遂。我带你去试试，一定可以让你彻底放松下来。放心，晚上的浮光节才是最热闹的时候。时间还早，我们先去一趟茶园也来得及。快选一张吧。就选这张，确定不反悔？这么聪明啊！再晚一点吧，
等它真正实现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。很抱歉，最近是甘濑山的旅游旺季，2位想要的精油供不应求，早就断货了。不过我们正在加速采摘茶叶，储备新的库存。2位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要不加入我们啊？有了茶叶，精油很快就能做好。在看什么？是刚才没学会吗？那要不要我教你？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再说，我前几天来考察茶园的时候，特别观察过当地人采茶的手势，也算有些基础。既然有一个现成的老师在这里，姐姐，你不要看别人，看我就够了。我那个，好吧，如你所说，或许我确实有一点私心。我刚才的确故意在等你向我求助。我也是现在才发现，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其实，昨晚你拒绝我留下来陪你的时候，我有一瞬间不愉快。那种不愉快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我意识到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负面的想法。那是源自我对你的渴望。无论是昨晚你因为害怕而跌入我怀中时，还是刚才你手足无措只能望向我时，每当你全心全意需要我，眼中只有我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一种异常满足的情绪。这种情绪让我厌足和欢愉，却也更让我害怕。害怕有一天我会失去对这种情绪的掌控，那样的话，就像我刚才故意等你开口，向我求助采茶技巧一样，我会主动去制造更多能让你依赖我的场合。如果放任这种情形发展下去，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你。我是不是很像饮鸩止渴的病人，明知结局充满危险，却还是不可自拔地沉溺于止渴的过程？
心甘情愿？我知道了。那现在，我把这根控制情感的线交在你手中。有你在身边的日子，它永远不会断裂。如果有一天，好了，把手伸出来吧。帮你抹精油啊。我说过，甘赖山的茶叶精油具有特殊的功效，驱除邪祟，消散不安，一切都不在话下。怎么样，放松一点了吗？与其说我厉害，不如说是来自当地原住民的智慧。早在100年以前，他们就发现茶叶精油的功效，不仅能舒缓神经，对治疗伤口也十分有效。只不过由于年代太过久远，才为它披上一层名为神的外衣。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说？不会。未曾异地而处的人，没有立场去批判或指责当事人。更何况，我愿意为你排解所有的负面情绪，悲伤也好，恐惧也罢。我喜欢你对我有所企图的样子，所以不用顾虑那么多，再多依赖我一点吧。啊，他问我们是不是情侣，今天是浮光节，有没有去放水灯，还说我的女朋友很可爱，她想送你一朵格兰花。如你所见，我拒绝了。这些都是男人的小把戏，哎，你千万不能上当啊。这还差不多。是，我期待很久了，我们走吧。其实，没什么，你选吧，每种都很漂亮。漂不漂亮？走吧，我们去放水灯。
哎，等等，在甘赖当地的放灯习俗里，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。还记不记得今天早上我要你带着的那张符咒？没错，在甘赖人的传说中，浮光节是最神圣的节日。如果在这天亲手写下愿望，并把它放进水灯里，让它随水而逝，那愿望便会透过潺潺水流为神明所聆听。而灯飘得越远，则表示愿望越有可能实现。所以一起吗？好。我数到3，我们一起松手。有你在，就一定会。你现在还害怕吗？为什么是因为我？想不到这么快就被你看穿了，今天也不算白费。我承认，我做这一切就是希望你能忘掉那些不开心的事。今天的旅程不仅治愈了你的不愉快，也治愈了我的。姐姐，与其去相信那些禁忌与传说，不如来相信我吧。我希望以后，当你有任何烦恼时，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。我会实现你的任何愿望，我永远是你的归处。愿望？那个愿望已经不重要了。比起它，我们今天经历的一切已经让我非常满足。更何况，愿望本身虚无缥缈，而我眼前的你，才是真正的真实。饿了吗？哎，正好，差不多到了吃宵夜的时间。对面的夜市有卖当地小吃，要不要去看看？
芒果糯米饭，好吃的芒果糯米饭。想吃那个？哎，这没什么，你在这里等等。那是因为最后一张是我特制的。它有关我的一个愿望，至于是什么，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毕竟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。但如果你晚上和我一起去放水灯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其实，没什么，你选吧，每种都很漂亮。有你在，就一定会。我回来了，给你新鲜出炉的芒果糯米饭。怎么了？这副表情是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遇到不开心的事吗？这么好吃啊，那我也来吃吃看。果然不错，又软又甜。对了，我刚才排队的时候看到好多其他好吃的，要不要都试试？想做什么？姐姐，这里人很多哎。还没睡，是在等我吗？抱歉，茶园那边出了点问题，有些工作要处理，今晚可能来不及赶回去了。明天一定补偿你。我想想啊，
大象游行、花车表演，除了这些甘赖的特色活动，还有什么想看的？都不想听我说故事？好吧，想听什么？啊，什么都好，这种选项太难了。那我就说一个有关浮光节来历的故事吧。我开始喽。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在甘赖有一对相爱的情侣，他们的爱情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却唯独遭到国王的反对。国王也偷偷恋慕着少女，他私自将少女掳走，藏在谁都看不见的地方，并对少年说：除非繁星落入江河，否则你永远无法找到她。后来啊，少年问遍所有人，也找不到让星星落入水中的方法。直到某条河水高涨、明月高悬的夜晚，水神来到了他的身边。他要少年用最坚硬的芭蕉叶做成小船，用最昂贵的油脂做成蜡烛，再用自己的眼睛做成蜡烛的灯芯。蜡烛燃烧起来的那一刻，犹如山川湖海，溢满繁星。水神随着小船走遍甘赖，终于找到了失踪的少女。最后吗？最后啊，自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后人为了纪念水神，便设立了名为浮光节的节日。对了，还有不少人猜测，水神或许也爱慕着那位少年，所以才会愿意为了完成他的愿望而付出自己的生命。我吗？其实我不怎么喜欢这个故事。抛开这个故事的复杂设定，如果是我，至少我会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。有些话不说出来，是永远不会知道结果的，不是吗？这一点，你和我应该深有体会才对。哎，原来已经这么晚了，快点睡觉吧，姐姐。晚安。